在搭车旅行的第3天，杰克终于体验到了拦不到车的感觉。在特定环境下，人的脸皮还真会变厚。我是在一心只想搭上车前进的心理状态下，厚着脸皮主动寻找司机搭我。在当时的正常情况下，这一步对我来说是很艰难的。我也不知道我在恐惧什么，反正就是不敢踏出那一步。但环境真的会使人改变，让我纠结一番后，便做到了我正常情况下做不到的事情。我想，这就是搭车旅行的意义之一吧。到了第4天，杰克搭车去拉萨的路上又会经历些什么呢？是5月19号，途搭第4天，然后昨天晚上睡得很不爽，因为有点高反，就是这个高反就头痛，但也不像心律桥那样一直痛，就一会儿痛一会儿不痛，没那么严重，所以就没吃药，赶紧撑过去。我就迷迷糊糊的睡到了天亮，我一会儿醒一会儿睡，这睡眠质量是比较差的吧。现在我要去找早餐吃，没看到有一间店有早餐吃了。吃完早餐就继续途搭，今天目标到了呀，巴素县。搭车旅行，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，当然就是吃早餐。早餐一定要吃够，因为午餐是比较不确定的，但又不能吃太多，因为吃完后要徒步出城，要是吃得太饱走不动就不好了。今天吃了一个面就18块钱，现在还没进入西藏。管辖区内的时候，基本上是一份面、一份炒饭都是15块，现在就变成小份10、大份18了。再往里走的物价可能会稍贵一点吧。然后这里真的是很冷啊，我现在穿了蛙绒冲锋衣，我感觉好冷啊，因为温度太低了，离海拔3800嘛。在左贡县城还一直在建设的还是很汉化的，就是很像内地的城市。还有这个一个大广场，我是要往邦达，沿着318。现在还是有点高反，头挺痛的，一阵一阵的痛，没办法，那我就适应的过程，痛就痛吧，慢慢的走，坚持就是胜利。这个左贡县县城也挺大，走了大约1个小时，马路两边的楼房才开始消失。接着走到了适合拦车的地方，便开始尝试拦车。当时过往的车辆还是比较少的，但很幸运，15分钟后便拦到了一辆藏民的车，车上坐着一个藏族大哥和一个男孩。原来这个藏族大哥在送他儿子去10公里外的学校上学，除了放假，他每天都要往返2趟接送自己的儿子。大约15分钟后就到达了学校，谢过藏族大哥后，我便下车继续往前徒步搭车。没过多久，又拦到了一辆藏民的车，可惜我没有记录下相关画面。当时车上还坐着2个藏族小女孩，本来以为是司机大哥的女儿，后来跟司机聊天得知，他们也是路上拦到他的车，只不过他们是搭车去上学。在藏区，不少地方的公共交通很不发达，有些住得离学校比较远的学生，他们的家长因各种原因而不能接送的话，他们就会选择在路上拦顺风车上下学。路过了藏民司机大都乐于助人，只要有空位就会把他们搭上。我也跟车上的其中一个藏族女孩聊了聊，问她以后要做什么工作，她回答说要考公务员，问她为什么，她说不知道。听说在藏区考公务员远没有在内地那么激烈，也许在有些藏民眼中也是铁饭碗。大约1个小时后，司机大哥便到达了他的目的地鞋库小镇。这里是鞋库小镇，我已经搭车从左贡搭2辆车，第一辆是藏民车，然后下车之后又搭了一辆也是藏族大哥的车，搭了大概70公里，现在到一个鞋库小镇，离那个邦达只有20多公里了。然后2个都是藏族大哥车，非常感谢他们，人非常好。那鞋库小镇，这个小镇一切都是新的，刚建起来，你看这一排房屋全是崭新的，没有一个开门的。这个鞋库小镇是一个新建的集中居住地，一排排崭新的房屋还没有启用，这里应该是个能给人带来运气的地方。我拦了10几分钟的车，便又拦到了一辆藏民的车。一路上，藏族大哥都是跟副驾驶位置上的另一个藏族大哥聊天，并没有我什么事。大约半小时后，便到达了邦达镇，这里是214国道和318国道的交汇处。下车后，我向前徒步，没走多久就看到了很多车在排队通过检查站。可能因为有了昨天主动询问司机搭上车的经验，当时心里就
想，那么多车停在这里，多问问几辆肯定能搭上，大不了就是被拒绝而已。当时走过了几辆车后，看到有一辆车是只有司机自己一个人。走过了那辆车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心想搭上空车的概率比较大，因为司机自己一个人开车多无聊啊，他们更愿意搭个人聊聊天。于是我就返回，走到那辆车的驾驶室窗口，跟司机打招呼，并询问他是否前往巴素。我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，就问司机能否搭我一程。司机很爽快地说当然可以。搭上这个大哥的车真是运气爆棚啊！大哥是前往拉萨的，我搭他的车前进约550公里，在晚上10点左右到达了林芝。今天是5月20号，现在是8点23，然后呢，昨天运气超好，搭了4辆车，前3辆是藏民的车，前3辆车就是从左贡搭到了邦达，3个藏民都非常好啊，还是很善良的，毕竟他们信佛的。然后在邦达的时候，这3辆藏民车都路上伸手拦的。然后到了邦达之后，往315国道一走，我发现前面有检查站，有车已经排队起来了。然后这时候我发现，如果你一个个去问的话，成功率会比你在路边拦大很多。看到有一辆上面只有一个大哥，然后空车，我问了一下大哥，我说大哥你往巴素吗？大哥说是的。我说能带我一程吗？他说好的。然后我就上车了，然后之后打听到大哥说他要去拉萨的，我说大哥能不能带远一点，我也要去拉萨的。这个大哥人非常，他说当然好啊。然后大哥他是从昌都到拉萨去谈项目的，就是出差的嘛。哇，大哥人非常好，中午他在那个巴素停下来去他朋友那里吃饭，也带上我。然后由于我们堵车啊什么的，限速的把它到了林芝，已经是昨天晚上10点多了。还没到之前，大哥跟我说，你不用去找那个情侣了，他自己住也是一个人要开一个房间，开一个单间标间的价格一样，然后说跟他一起去住吧，开一个标间。哇，那个人非常好，一直在跟我说，都一样的，就好像说他现在空车不拉他，他也空车他也要跑的。然后到时候我不住他一个房间，他也是自己要住的，甚至还说要感谢我陪伴他。我说这哪能说，我还不知道怎么感谢他呢。然后在大哥再三一下，我也是脸皮很厚，跟大哥一起去4星的酒店住了一晚吧，然后标间，然后昨天晚餐也是一起吃的，就到了之后在酒店附近。本来他说我说这个大哥对，然后我请大哥，大哥不让我买单，还是他买单的。这个人非常好，他是在部队待了16年，然后车技非常好。昨天坐的车虽然非常快，但是非常有安全感，就是该快的地方他就快，不该快的地方他绝对不快。然后现在他去拉萨了。本来我也可以，他也说我也可以跟他一起去拉萨，但是这林芝太舒服了，氧气太浓了，氧含量太浓了，就是被称为是西藏的江南嘛。所以我在这里待多2天，因为我确实太顺了。第4天我达到拉萨，达到林芝了，我离拉萨只有1天了，所以我在林芝歇2天没关系了。而且本来就一路上玩过来了，所以在林芝好好享受一下1-2天吧。真的非常感谢这个大哥，这个陈博大哥。从那个酒店出来跟大哥分别后，现在是往青旅的路上，然后在这边林芝的青旅住上1到2个晚上。这是林芝的一个路口中心的牦牛巷。林芝因为海拔比较低，只个门户，这里很舒服，跟内地挺像的。这边是海拔2900左右吧，所以特别舒服。现在没什么高反，一点都没有高反，跟在内地似的，非常舒服，背着包走也一点都不费劲。昨天在那个鲁朗那边，就是离这里还有几十公里，就看到一个军营门口的小黄车，然后我们就猜测应该是从林芝
阿姨这边骑过去，然后前面果然是有消防车。快到了，加油！你快到只有三四天了吧？3天，3天很快的。今天、明天会员是吧？我找一下捷安特找不到。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地图上搜不到吗？我搜到是在这里。然后不对啊。对，然后找不到。你走了多少天了？我是途达进来的，然后昨天到林芝，然后我现在去换一个客栈嘛，换一个青旅，这里待多2天再去拉萨。我搭车很快，你搭车不算什么，你们骑车才厉害了，骑车全徒步的，全是靠人力嘛。我都是搭的出的少，搭的多。体验。对啊，好了，加油啊！好，谢谢。一路平安。徒步4公里后到达了青旅，跟前台青旅小哥打听得知，其实这个林芝市区并没有什么地方可逛，好玩的地方都在市区外比较远的地方。于是我决定当天上午在青旅休息，下午再出去逛逛这个市区，第2天就继续出发，搭车去拉萨。现在风很大，我刚从客栈出来，准备出去转一下。前面的雪山看得清吗？前面的雪山。嘿，大爷，你在干嘛啊？这个季节走在林芝市区的感觉很奇妙。低头眼前是平整的铺地砖，直视前方则眼里是现代化的城市，抬头眼前却是底层充满植被的雪山，以及美得让人感觉不真实的蓝天白云。这就让人感觉身处自然风景与现代城市的完美交汇之处。请原谅我形容不出那种感觉，如果非要用一个词语来形容，那就是神奇吧。现在是18点38分，这边是大概8点多才天黑，所以这还是比较神奇的一件事情吧。